我真的很抱歉，我今天没有心情跟大家讲这什么蕾雅的设计实验室，我只能说这是蕾雅当盘子的经验。大家是不是很羡慕我买预售屋盖得这么完整、这么漂亮啊？才怪！你看这里，整个那个钉子都露出来了，然后你看他们说这是毛坯屋，完全都没有粉光，还有这个破洞钢筋全部都露出来了。这个就是每个建商他们的规则不一样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对清楚。因为呢，通常那个箱体他们不会交代说它是要设在什么样子的高度啊，或者是放在怎么样的位置，他就可能会给你做一个超高或者超低。我真的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学我一样。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么多的筹码可以跟建商谈判呢？你们知道我做对了什么事情吗？我自己身为室内设计师，我还是会遭遇像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那做这集呢，就是提供给将来要买预售屋的你们，不要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润年设计 Leaping to Think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蕾雅，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预售屋会踩到的雷。我真的很抱歉，我今天没有心情跟大家讲这什么蕾雅的设计实验室，我只能说这是蕾雅当盘子的经验。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我家的美景。你们看看这个风景，太感人了！天哪，之后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看这个电视了。大家是不是很羡慕我买预售屋盖得这么完整、这么漂亮啊？才怪！你看这里，整个那个钉子都露出来了，然后你看他们说这是毛坯屋，完全都没有粉光，还有这个破洞钢筋全部都露出来了。最可怕的是我的厕所没有水线。对，所以呢，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买预售屋不踩雷必知的5件事情，如果不想要被买预售屋的事情雷到的话，你一定要看这一集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呢你的房子你客变完之后，你是想要自己再找公办师傅进来做装修，你想要留纯毛坯屋的话，你一定要跟你的建商拿照片对证确认你们俩毛坯屋的概念是什么，不然呢你就可能得到像我这样子只是刚拆模板的毛坯屋哦。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说，在我进行室内设计7年来，我点交毛坯屋我从来没有点交过这样子的毛坯屋，因为大部分的毛坯屋啊，就概念上都是会粉光磨平的。可是呢，这个就是每个建商他们的规则不一样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对清楚，不然的话你就会有机会像我一样，就得到一个这样子废墟风的毛坯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应该要先跟大家说的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客变的时候啊，一定基础可能会有4张图面。第一张图面呢，就叫做隔间放样图。那它 which 呢，就是让你知道你所有的墙会移动到什么的位置啊，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有的人不想把3房打成2房，他就会拆隔间。那所以你会需要1张隔间图，上面标注非常完整的尺寸。那第2张很重要的呢，就是跟大家电力有相关的动力弱电图。因为呢，例如说你想要在你的床头多一个插座啊，充手机电啊，或者是你的中岛可能是要放 IH 炉的，这时候呢，你就会需要这张动力弱电图去新增上面的一些电源啊、电线啊。那第3个重要的呢，就是灯具回路图。因为呢，通常灯具回路呢，我们会需要知道开关它会开在什么位置，然后跟我这个灯它可能是单切还是双切，那就是它可能是可以从主卧房开灯，然后从客厅关灯，就它会有一张这样子的图说。那到时候建商在施工的时候，他就会照这个图说来。那第4个呢，是有的建商会要求你要提供的，有的建商不会要求你要提供的，那就是冷气图。那冷气图通常就是看你的室内机啊、室外机设备放在什么位置。但是呢，接下来慢慢干货，你们给我记起来。除了这以上的这些图面啊，还有什么给排水图以外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买预售屋，请你务必跟你的建商说，你需要穿管图。因为呢，穿管图 which 意思就是它告诉你所有的管线是从什么地方穿过去。举例来说好了，冷气设备它会有冷气的排水、冷气的风管。大家知道冷气排水是需要一个泄水坡度的嘛？所以如果当你的建商把它冷气的排水开在235公分高的地方的话 ，which means 什么？你的冷气设备的高度一定就是会设在超过235公分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台北寸土寸金，能够买的房子都很小，所以呢，大部分呢你都会想要争取那个挑高的感觉，让你的房子不要感觉这么狭窄。我给大家一个概念，通常如果你要做吊顶式冷气的话，你的天花板大概就要下降大概50公分的空间。可是如果你不是要做吊顶式冷气的话，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做什么特殊灯具，你只是用那种像吸顶灯这样的灯具的话，你的天花板就可以维持完整的净高。那建商帮你把你的排水位置设在223公分，它就会太低，壁挂的冷气就还需要多做一个管线出来，就会很丑。通常呢，如果是前期有设定好，确定我冷气就是没有要用吊顶式，我要用壁挂，或者是我确定我吊顶式冷气的位置就会在某一处，那我就会更改我的排水的高度。那当然，更改排水的高度的话，你泄水坡度就是一定要留出来。但是呢，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案例，我告诉建商说，我已经设定好吊顶式冷气的位置哦，所以我排水只需要在这个位置。那因为我们家的楼高是3.5米，所以呢 ，which 我扣掉50公分的楼高，我是不是只需要300公分的位置？我的那个排水，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坐在265公分的位置，应该很足够了吧？因为那样泄水坡度也很够啊，而且它又不会离天花板太远。但是呢，多可爱！因为呢，我的排水在这个位置，它的旁边呢是有一只梁。建商的确，你们看，他帮我把排水的位置调到265公分了。可是呢，他在梁上没有给我穿管，我的管也穿不过去啊，因为排水是要一个斜度嘛，所以我不可能这样折过去，就等于说避开这只梁，然后再跑过去，所以就导致我这个孔等于虚设，就是我客变一个心酸，我客变了一个寂寞啊。好小的房子哦，好迷你的房子哦。
这房子，我直接站在中间这样转一圈，我整个房子就看完了。第三项呢，就是你一定要确认电箱跟通讯箱的位置，切记哦，不是电箱本人的位置而已哦，还有通讯箱的位置哦。因为通常在一个室内空间里面，它一定会有2个总电的箱体。那第一个呢，就是电箱，所有跳电啊、控制啊什么的，或者是有 One Touch 都会在这个电箱里面。可是另外一个箱体它是通讯箱，所以呢，它就是控管你的网络啊、电话线。通常呢，一般的建商它会上下放，不过有的建商它也会左右放。可是这些内容呢，都是在客变里面可以完成的。那你除了要确认你的箱体有没有2个以外，跟它的位置在哪里以外，另外就是你一定要跟建商确认你箱体的尺寸。因为呢，通常那个箱体他们不会交代说它是要设在什么样子的高度啊，或者是放在怎么样的位置，有可能他给你乱做，他就可能会给你做一个超高或者超低，或者是直接偏离了你原本可能门后面的位置。因为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电箱这个东西它就是不美观嘛，现在建商都会把这种箱体做在门的后面。可是呢，像我的建案呢，它就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小建商嘛，所以我不知道当初他在设定那个建筑的量体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在2个不同的户型之间，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分户墙，就是我跟我的邻居中间这个房子，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分户墙。那一般好一点的建商，他可能会做20公分，有的甚至会做到25公分。但是呢，以我建商的这个概念呢，它应该是只做了15公分到18公分之间。那这样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大家你们知道吗？因为呢，电箱本身是有一个厚度的，所以当你的分户墙太薄的时候呢，它的电箱就没有办法背对背拥抱。电箱可能都有一个8到10公分的空间，它会需要把它埋进去嘛。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做到25公分的分户墙的话，我的2个电箱它就是可以背对背贴着，它会很美观的都藏在2户的门的后面。可是呢，如果一旦你的电商是把分户墙做的比较薄一点点的话，那它2个就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紧贴在彼此后面，他们就需要错位，所以错位呢就会导致它没有办法完整的在你的门后。然后跟像很长我们在做一些电视墙的设计，有时候我们喜欢长形的电视墙，那它可能就会跟到玄关的位置会遇到那个电箱。那当你的电箱是可以设定位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电视墙的时候就可以先依照你电视墙设计去把你的电箱，例如说升高个10公分或者降低10公分，去避开那整个收完层面。那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可能会漏掉就是像这个电箱的部分，所以跟建商要你的电箱的尺寸图跟高度图，其实就是跟建商讲说我要你电箱的立面图，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设计。就本来电箱的位置应该要在这边，好，但是他跑来这了。第4项就是呢，你们知道在那个客变的时候，你们都会签一个合约。那在那个合约上面会有你的交期跟很多的资讯内容，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交期是什么时候。因为呢，有时候建商口头跟你说的交期呢，就是应该大家很常遇到吧，就会跟他实际交屋的时间不一样。跟我非常的强烈建议大家，你不要觉得你的预售屋在盖你就不鸟他，每半年要跟你的建商联络一次，让你的建商知道你是有在关心这个房子的。我们其实是每隔一阵子就会联络我们的建商，然后当他还没完工之前，可是其实等于说他整体性是已经盖好，只剩下公设还没有完善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打电话要求我们的建商，让我们先进去看。所以其实这个建案我是已经在交屋前进去看过了3次，可是到了第3次我正式要验屋还可以有这么多问题哦。所以前面的设 checkpoint 这件事情，跟时不时联络你的建商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因为我还记得当我第1次进去看房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我那个电箱的问题，也反映给建商了。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有更改我们瓦斯管线的位置嘛，这就是上一个 topic 跟大家说的穿管图有多重要。因为穿管图可能会涉猎到的东西就是冷气啊、排水啊，或者是瓦斯这种。因为瓦斯装表这种东西啊，会是在交屋给你之后，他把表装上去。可是管线呢，会是事前跑好的。当你如果有移动你厨房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管线就会变得格外重要。那像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呢，当时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瓦斯管线直接走在了我原本设定要放冰箱的后面。所以当时就是那是我第1次进去看我的工地嘛，那我发现这个问题，我就有反映建商，那建商也很好，他马上就有帮我修正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要时不时进去关心的工地，不然他可能客变出来就会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本来以为买预售屋可以省钱的话，你之后还是要花很多的钱去改那些管线跟装修，就很麻烦啊。说真的是我一个人心情不好，你倒挺惬意的，是不是？你在模拟自己在床上的感觉吗？好，你睡那边可以啊，反正那边离更衣间比较近，我喜欢睡靠厕所的地方。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真的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学我一样。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么多的筹码可以跟建商谈判呢？你们知道我做对了什么事情吗？就是从我客变开始呢，跟我每一次去看那个房子，我都有用 GoPro 把全程录下来。其实当时我并不是想说要挑建商毛病还是什么，我只是想说我想把我这一段买预售屋的过程当成一个纪念录下来，所以你只有全程把跟建商对那些图面的过程全部录下来，所以就导致我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除了那个毛坯屋的事情以外，我全部都可以在影片里面找到当时建商承诺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毕竟我是室内设计师嘛，所以当时我看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先看电箱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并不是什么有钱人，所以我也买不起多大的房子，所以我那个房子也是小小1咪咪，大概20几坪而已。所以电箱在什么位置，它就会很影响我的整体视觉。所以我当时就是有 make sure 它一定
一定会在我的门后面。可是殊不知，你看我现在收到什么？我现在收到什么？我说啊，如果买预售屋，你们毕竟知道嘛，不是像新城屋，它是边盖，你其实没有办法想象它的过程。所以呢，任何自保的方式都要做起来。最好是你任何跟建商的通话啊，是要录音，不要跟建商每次都只用通话的方式去讨论你们图面的问题。最好是通话完之后还是再传个讯息给他，因为毕竟我是室内设计师嘛，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用简讯的方式，用 LINE 的方式在沟通，所以就有留下很多文字讯息的证据。大家留下证据很重要，这就是第5点，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保护自己啊。那虽然说了这么多，因为之前毕竟我有介绍过买预售屋的优点，但是呢，我自己身为室内设计师，我还是会遭遇像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那做这集呢，就是提供给将来要买预售屋的你们，不要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我希望你们都可以买到一个你们心满意足的好房子。谢谢大家，痛苦就留给我自己一人就好了，可以吗？